要说全油吃饭香，那必定是提利昂。之前我们复刻过凯特琳的一次林东城早餐，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提利昂在林东城的一次早餐。这餐发生在布兰坠楼后的第二天，在兰尼斯特家族看来，这是一桌冰冷而了无生气的餐点。提利昂是在林东城的图书馆看了一整晚的书，并且在用餐之前还稍加运动一番。You can't. Do you understand? Time for breakfast. 在扇完未来的乔大帝以后，似乎胃口变得更好。詹姆瑟西早已在客房的早餐室里，这顿北京的早餐似乎对他们来说不合胃口，况且他俩还有心事儿。但提利昂似乎不挑剔，撕下大块的黑麦面包，咬着松脆的培根，用一大杯黑啤将鱼肉和面包冲刷到胃里。复刻这顿早餐，啤酒、面包、培根和煎鱼的要素都能满足，只是缺少了餐前给乔佛里的几巴掌。我还真不确定有没有提利昂吃得香。糖和盐的腌制是保存食物的一种手段，糖可以是麦芽糖浆或是蜂蜜。作者赋予了维斯特洛丰富的香料，所以即使在北境，大可放心地加入大把黑胡椒来腌制培根。林东城的培根大概还会用到山核桃木和苹果木来熏制，烘干水分的同时，进一步增加烟熏的风味。培根在贵族的早餐上搭配面包，也用来烹调其他菜肴。长叶堡的蜀厨师用培根搭配古往儿子做成的派，河间地的图利家习惯裹了培根烤制自家的族徽。忽略空间和时间，北京的海鱼也可以运到林东城。招待王公贵族的面包必须是新鲜出炉，国王带来的大半个宫廷消耗巨大，还好现在是夏天，林东城还来得及储存食物。煎鱼不粘的秘诀是热锅凉油，并提前撒上少许的盐。今天的沙丁鱼有些小，不过无关紧要，多来2条就好。鱼煎好一面，再翻另外一面，出锅前再撒上黑胡椒。培根按提利昂的吩咐煎焦一点，煎到油脂渗出，两面呈焦褐色后就可以出餐了。煎鱼、焦脆的培根和刚出炉的黑麦面包，刚熬过一个通宵的脾胃，必须搭配一杯北京的黑啤酒，来增强食欲和促进消化。橄榄油煎制的沙丁鱼，外皮酥脆，肉质鲜嫩，但吃早餐还要吐鱼刺，略显麻烦。培根煎出大部分油脂，达到酥脆口感的同时，也避免食物过于油腻，一口咬下去，发出松脆的响声。黑麦面包的香气绝对诱人，经过一晚上低温发酵的黑麦面包，保留了大量的麦香原味。但是口感属实粗糙且难以下咽，尤其还是搭配培根和煎鱼。真想来上一些黑莓果酱或是蜂蜜，把面包哄入腹中。不过这一大杯的黑啤酒发挥了它的作用，满口停留迟迟不下的面包和鱼肉，在一大口啤酒的冲刷下，乖乖地滑入肚腹。黑啤酒的微苦倒是更加激发了食欲，让人逐渐习惯上这种搭配。相比较凯特琳的那顿早餐，这顿更符合北京的朴素和粗犷，没有蜻蜓岛的佳酿和河湾地的甜红，也没有七塞鳗鱼派。当然，这不包括白港的鳗鱼大人。我倒是很羡慕提利昂，不需要太多的睡眠，有个好胃口，还有不远千里北上一睹绝境长城风采的闲情。好了，这顿早餐我已经替大家品尝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。粗糙且难以下咽的食物，也可能因故事而有味。我是外爵士，谢谢大家。